贤臣良相相继离他而去。风烛残年的齐桓公，抱着昨日的辉煌与生命的本能，做了最后的抗争。但是最终，他明明白白地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悲凉的结局。夫人，扁鹊寓所空无一人，据说5、6天前已经走了，也不知去哪个国家了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扁鹊不辞而别，说明他活不了多久了。下手干吧！易牙等人编造谎言，不许任何人与齐桓公相见。3日后，见齐桓公未死，又将其身边左右之人一律轰出宫去，并于齐桓公寝室周围筑起3丈高墙，使内外隔绝，只在墙下留一小洞，早晚另一小内侍钻入，大探桓公的生死。但是，一天天过去了，齐桓公仍奇迹般的活着。谁呀？是我，宫女言娥。国君是不会知道我的名字的。每天晚上，我都在宫里给国君把灯点上。
燕娥，国君，燕娥，有粥吗？我饿。这种时候哪还有粥啊？热水也行，解解渴。热水也没有地方找。为什么？以牙鼠雕作乱，先把守住宫门，不许人进，后又筑起3丈高墙，完全隔绝了内外，哪还有吃的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妾因受过国君的一次宠爱，所以不顾性命越墙而进，只是想亲眼看着国君最后是怎么瞑目的。仲父一定是个天神，不然他怎么料得那么准呢？我当初就是没有听仲父和鲍师傅的话，才有了今天。天哪！小白就这样死了吗？我有3个妻子，6个宠妾，10几个孩子，现在没有一个在我的身边，只有你给我送终。我真后悔，平常怎么没有厚待过你？国君请自己保重，万一有什么不幸，妾愿一死随之。不能就这样死。你快出去找十四州，让他领兵打进宫来。你告诉他，就是打不赢，也要留条性命。妾出不去了。出去，从那个洞出去。洞外有兵，妾要是出去，就会死的。去呀，去呀，去呀！我求你了。那好，我去。我
言和，齐国，我的江山，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了？齐国，你在哪儿啊？公子们齐桓公死后，齐国陷入诸公子争利的内乱。一向胸怀大志的宋襄公，以为这是填补霸主空缺的大好时机，于是出兵护送逃亡在外的齐公子昭回国继位。齐国民心思定，宋襄公兵不血刃开进临淄城，唾手而得的成功使宋襄公觉得，他就是继齐桓公之后奉天承运的又一霸主。可也听臣一言。说吧。目前齐业已衰，实力最强的还是南方的楚国。郑国、山东鲁齐、陈蔡和一些小国都用卑辞厚礼去讨楚国的好。听说连曹国也偷偷的去了。是啊，这么一来，中原就更不可一日无主啊。臣斗胆再进一言。什么？我们何不也派人去联络南蛮的楚国？啊？我们宋乃堂堂公爵呀，怎么能去跟一个自称为王的南蛮子去联合呀？况且楚国对于中原虎视眈眈，早就有野心。齐侯当年虽九合诸侯，也从来没有跟他联系过，怕的就是引狼入室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能这么干。如果仅仅是借楚国的势力一举诸侯呢？怎么讲？我们只不过是利用中原各国对楚的畏惧心理，让他们来普会。一旦会盟成功，反过来我们就可以借诸侯的势力来压楚国。哦，那就再叫上齐国，他的军费都是我给他征来的，他不会不听我的。对，只要宋、齐、楚三国到齐了，咱们就可以按会盟的礼仪去办。国君所言太对了。
啊，我请宋前。哎呦，看着阵势还挺啊，好像挺正式的啊。出乃偏僻小国啊，怎敢居前呐？还是齐侯先请。哎不，无论如何不行，还是宋公先请吧。这样吧，咱们以爵位为序，怎么样？宋是公爵，齐乃侯爵。哦，是，楚虽茂爵称王已久，实际上也是一个子爵啊。公侯伯子男，这样算起来，这还用说吗？宋为首，次为齐，楚国只是个老末。宋公，请，请。今日宋齐楚三家在此会盟，主要是想要借助二位之力，于7月间在敝国的玉帝大会诸侯，号召众人弘扬正义，罢兵安民，齐心协力，共同扶助周王室。二位若无异议，我们就歃血为誓吧。好。这是寡人倡议诸侯同来会盟的书简，这里边明白的写了，这一次余地会盟要学齐桓公当年的办法，都不带兵甲，开他一个夷商之会，就请二位署名吧。宋公都署名了，不就行了吗？你说呢，齐侯？不，蔡国、陈国、徐国等等国家，就等于是你们二位的属国，所以一定要借重你们二位就请署名吧。那齐侯先签。嗨，敝国就跟宋国的属国一样，签不签无所谓，还是你先请吧。宋公有恩于齐，可总是公爵自居，太狂傲了，视别国如同草马。国君，下次再来，臣我可是不来了。什么下次？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7月还要在余地大会诸侯吗？我说我还要来吗？我签字了吗？
可刚才和楚王分手时，你没瞅见楚王的神态吗？我看玉帝会盟时，这个宋公凶多吉少。走。快看！快！宋国的人听着，你们的国君现已羁押在此了。哼！今日生杀大权全操在我们手中，趁早献城纳降，以保全你们国君的性命。请二位将军转告楚王，有赖社稷神灵，我们已经另立新君了。额上坐的这位，生杀任你，唯独得我宋国城池，休想！你们的国君现就在此，怎能再立一君？立君是为了主掌社稷，今宋国社稷无主，怎么能不另立新君呢？什么？我们已有新君，这位旧的就如同脱下来的破靴子，我们不要了，送给你们当宝贝吧。孙公，大司马，大司马，真的是寡人呐！木仪，你被楚人居职，社稷蒙受侮辱，你已经随生有死。你没看宋国全城在为你戴孝吗？可寡人还活着。请原谅，我们不能承认你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你们这是谋反，天理不容，天理。喂，说了半天了，你们的新君是谁呀？能不能出来让我们瞧一瞧？两位将军，余地之会，你们背信弃义，暗伏杀兵，居我国君，掠我财宝。宋国虽小，却绝不屈服于虎狼之国。以寡人之见，楚国因小失大，恐怕天下诸侯未必能服，最后落得个自取灭亡。请两位将军转告楚王，立即退兵，还我财宝，尚有话可谈。不然，宋国就是战至最后一人，也必事事与楚人为仇。他们不要，寡人更不要，干脆杀了。不能杀，什么道理啊？大王难道忘了，在你亲口宣布宋公的6条罪状里，不就有擅杀曾死这一条吗？连他们的国人都不承认他是国君了，杀了他，不像杀一个普通的俘虏一样吗？那你杀他就更没有意义了。依臣所见，他们不承认宋公为国君，主要是怕我们
及此要挟。公子木仪素有贤名，当年宋国的先公曾让国于他，他都坚持不受。今日登位，绝非为了争权。如果把宋公杀了，就等于成全了公子木仪，楚宋两国将结下无世之仇。大王称霸中原的梦想，岂不也就付之东流了？哎呀，陆侯，你怎么迟到多日了你呀？你干什么去？哎呀，好几天了，我们跟这儿。哎呀，啊！我听说各位前几天在这儿好好的看了一场执牛耳之争的好戏呀。这你们呀，同是中原诸侯，怎不帮宋公说一句话？太不仁义了吧！楚王到！这回南蛮子来执牛耳，要做咱中原的霸主了。陆豪，宋公傲慢无礼，不得已而拒之，寡人不敢擅动，专候陆侯前来共同商议呀。寡人闻，作为盟主，以仁义待人，才能使人心悦诚服。我们这几个国家都曾与宋公有会盟之谊，今日坐视不救，恐怕将被天下耻笑。君若能释放宋公，和诸侯盟好，寡人怎敢不言听计从？好，既然诸侯们以盟主应有的仁义来要求寡人，我怎能不按照大家的愿望去做呢？放人！大人大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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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各位登坛，左阶为主，右阶为宾，分两路而上。上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臣等来接国君回国。不，我不回去。你们既然都已经不要我了，我还回去干什么？
我要到魏国去，请你们让开路吧。楚人拘押国君，臣是不得已才用了立新君之计啊，为了使楚人放弃邀夹宋国之念。如若不然，待臣等从楚人剑下讨回国君之时，那宋国不知要丢掉多少江山呢。臣所以设魏，是为国君守国呀。如今国君平安归来，宋国还是国君的宋国，怎么能有不回之理呢？国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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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仪，公孙公，母仪。公元前638年春3月，宋襄公为报复在虞地会盟所受的羞辱，大举讨伐作为楚国盟友的郑国。一切正如公子穆仪和公孙固所料，楚军闻讯出兵救郑攻宋，宋军回师急救，在洪水之滨与楚军相遇。安营扎寨，不过河吗？不，先放他们过河。他们的兵车到一半时，我们再打。看来宋国又战线了。火啊！再过来一点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击鼓！为何不鼓？国君，投进半渡正是我军进攻的好机会啊！我们是堂堂之师啊，怎么能够攻击正在渡河的半渡之兵啊？要是等到楚军都过来，我们全军覆没怎么办？大司马，为什么还不出击呀？难道等人家布好了阵，我们挨打吗？臣请准许立即擂鼓进军。此时进军，楚军必乱，我们尚有获胜的希望。若再迟疑，宋军将来不动，赶快上岸！国君若不反对，臣就斗胆指挥了。呸！你为贪一己之利，竟不顾万世之仁义！上岸有赶快列阵！我走！把仁义大旗给我扛来！
寡人今天宁肯为仁义战死疆场。出！国君，本朱丹只要发光后朝，我军就国军。国军，大司马，国君在这儿呢。国君，国君，国君。妻子，妻子，妻子！父亲，仁义大旗被最不讲仁义的楚人夺去了。面对这个结局，宋襄公将如何对国人、对后人解释呢？可能你的目疑都是对的，可寡人有什么错了？古书上说，君子之战要以仁义为本呐，不能攻击正在渡河的半渡之兵，对受伤的敌人也不要穷追，要善待上年纪的战俘，这都是讲仁义的古训呐。寡人怎么做了？祖上原来是晋国宗室的旁支，在近70年的宗室倾轧中，他的祖父、父亲共杀逐了5代国君，才终于在晋国夺得统治地位。在争敌夺庶中长大的晋献公，一上台就杀光了自己的叔伯兄弟宗亲，牢牢坐定了国君之位。但是在选择自己的继承人时，他却不得不为了讨宠妃的欢心而求助于神灵。有咒，欲者变也，心变则美恶倒置。熏为香，幽为臭，香不胜臭，晦气将久而不消呀。无端费力，不及呀。再补，用周易再补。难道还是不急？痞卦呢？痞之匪人，不利君子瞻。
再战，用连山一再战。话上说，大吉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吉。疼吗？没事没事，来，深深的太子之位早已经确定了，天下诸侯没有不知道的。国君要是仅仅因为疼爱我们母子而另行废弃，却宁愿去死。怎么你深深贤德无罪，要是另立西岐，必然会引起三公子党羽对国君的反叛。如此，晋国将大乱。不，岂不犯下死罪了？没想到你一个妇人，是晋国的设计，胜过寡人对你的宠爱。只要晋国兴盛，我们母子就是九死也无悔。晋献公终于被骊姬深明大义的眼泪欺骗，并在他的怂恿下，以加强边防为由，把太子申生封到曲沃，公子重耳封到蒲城，公子夷吾封到曲城。这样，献公身边就剩下骊姬姊妹和他们所生的2个幼子了。早已成年的重耳三兄弟明知这是个阴谋，仍然毫无怨言地咽下了这枚苦果。这一年，公子重耳已经30多岁了。这就是你们2位使的妙计。眼下国君一天天的衰老，西岐一天天长大，现在满朝都在传说，当年用龟板卜出来的结果是不吉，就是只字不提国君的吉卦。哼！我听从你们2五的计，在国君面前流泪，眼睛都快哭瞎了不说，都快把国君给哭烦了。东关武不想惹夫人生气，东关武只是想恭喜夫人。哼，你还是去恭喜太子申生吧。对，恭贺太子归天。什么？国君派人赏赐太子。国君有赏，赐新衣1套。感戴君父厚恩。太子久居曲沃，骊姬夫人思念，因而奏请国君召太子上都觐见。国君另有后命，着太子立即穿戴新衣。现在就穿吗？
先生，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？先生今日身穿君父所赐偏衣，一说连太子你也穿上了这逆臣贼子的偏衣，是我害了国君，连累的太子啊！母夫人，别说了，什么也别说。母夫人，你这是……母夫人，这不行，这万万不行啊！母亲，母亲，弟弟无罪，母亲不该这样。事到如今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不如一死。就请太子赐我母子一死，以堵天下小人之口吧。妾是一弱女子，有弟尚小，我们经受不起种种磨难，就求太子赐我们一死，妾在九泉之下也会报答你的。母后为君父所爱，何罪之有？弟弟和我同父骨肉，何罪之有？有罪的是我身世，我不该来到这个世上。我太子，太子。怎么样？我说过，国君有多少公子都不怕，怕的是他们那些死党。今天要不是杜元款突然闯进来，申申早就穿着那件偏衣自杀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国君狩猎明天就要回来了，难道就让他穿着那件偏衣去见国君吗？你真的相信国君梦见你的母亲吗？父亲现在老了，感到孤独的时候，回忆起往事，梦见我的母亲，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。正因为你相信这件事情合乎情理，立即才编出这个谎言的。不会的。怎么不会呢？他看逼你自杀不成，才又想出这个诡计，是想在你向国君献鸡肉的时候。师父，别再说了。明天见到了国君，把这个鸡肉亲自交给他，这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国君提前回来了。什么？别急，他现在还在路上，过1个时辰才能到。你赶快派人守住城门，国君回来的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特别是申生那儿。
你去申生那儿，把他要献给国君的祭肉拿回来。为什么？那祭肉在宫内停留3日，已经坏了。你要是拿不回来祭肉，就把这包东西撒在上面。你要我毒死他？不，我不去。我一看见杜元款那老家伙寸步不离地守着申生，我就害怕。那你就不怕国君回来识破你吗？这是国君的猎狗，是父亲回来了，快！李基啊，你慌慌张张的跑什么呀？啊！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给你揉一下啊。怎么？国君！啊！国君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国君的狗在廊下偷吃了一块肉，一下就被毒死了。肉？嘿，李基，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？来人！不是，这肉是申生送来特意送来孝敬国君的祭肉啊！你给我滚！妾没有胡说呀，这是申生送来的肉。他听说国君常常在梦里梦见前夫人齐姜，所以到齐姜坟前祭奠。这是送来点亲的肉，特地用来孝敬国君的。胡说！我做什么梦？他怎么会知道？是的，妾也这么想。他是因为记恨才编造出这个梦，可是他这个梦编得太让人感动，妾不得不可怜他这一点点孝心。其实齐姜夫人也是因为妾进宫才被废掉的呀。既然申生已起了歹心，妾是甘为国君一死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太子献给国君的鸡肉有毒，全部吃了没有？毒死国君的猎犬。国君大怒，已经派人来捉拿太子。好毒的女人呐！太子，你快逃吧！
有老朽代你向国君陈述内情啊！事到如今，别再说了。太子，伯姬已经率兵杀来了。太子啊，你快逃命吧！逃跑就是畏罪，就是承认我有杀父的企图。师父，我不如进宫陈情，死也死在君父的脚下。太子啊，老朽求求你了，只要太子还在，总有一天继我之后，有人会替太子主持公道的。是，公子快逃吧！公子啊，伯姬已经带人守住了前门，你难道甘心死在一个阉人的剑下吗？快逃吧！快逃吧！伯姬，赶紧跑吧！太子何对罪？啊！不要我，带我去见国君！你这个狗阉人，你割掉了两根，难道你的心也别割掉了吗？启禀国君，太子申生已连夜逃出都城，伯提正率兵追击。好一个孝子啊！另有密报，长公子重耳、二公子夷吾已连夜来到都城附近了。他们来干什么的？肯定是早有预谋，串通好的。臣启奏国君。讲。自太子手取物，重耳戍府城，夷吾驻曲地以来，没有君命，从未擅自行动，彼此也不相来往，怎么会串通密谋呢？可是这次寡人并未召见呐，他们为何偏偏赶来？国君问得好，这正说明重耳夷吾此时偏偏赶到，说明他们早有预谋，是前来拥戴新君申生登基继位的。梁武，你竟敢在国君面前混淆视听！重耳夷吾是你的外孙，你当然要百般庇护了。国君万万不可听信谗言呐！糊涂！好了，将城门大开。我倒要看看重耳和夷吾敢不敢进城来见寡人。若是坦诚而来，这宫中有人假传寡人之命，若望风而逃，必然是和申生阴谋串通。申生，你们来呀！我来了，来呀！申生，来呀！不来了，来呀！申生，来杀我！申生，来杀我！来杀我！哎，申生！出了什么事儿了？骊姬害我，将我献给君父的鸡肉下了毒，君父命人